宇宙从不开口，却无时无刻不在与我们对话。它通过风的走向、梦的碎片、心跳的间隙，传递着超越时空的密语。当你开始觉察到生活中那些微妙的巧合，当你的内心突然涌现出无法解释的宁静或悸动，当你身边渐渐出现与宇宙开始共振的以下迹象，这便是天道在轻叩你的心门，邀请你进入更高维度的能量场。一、能量场的重塑，从混沌到有序。天道运作的法则永远趋向平衡与和谐。当你开始灵性觉醒，最先变化的是你的能量场，无缘由的疲惫或轻盈。你的身体比意识更早感知能量的转变。某天清晨，你可能突然感到沉重如铅，这是旧能量在剥离，或者你会莫名的轻盈如雨，这是新能量在注入。天道在重新校准你的频率，如同四季更替前大地的沉默酝酿，对能量的敏感度提升。你开始察觉人群中的情绪波动，能感知某些场所的压抑或宁静，甚至对月光、风声、草木的生长有了全新的体悟。这是你的灵性感官在苏醒，如同冬眠后的灵蛇感知到第一缕春风。梦境变得异常清晰。梦是天道的隐喻系统。当你频繁梦见水、飞翔、迷路或已故的亲人，这是宇宙在通过潜意识与你对话。天道视角，这能量场的调整，是宇宙在为你铺设新的轨道，就像河流改道前的细微震颤。你的内在正经历一场无声的革命。二、同步性，宇宙的加密语言。关于同步性，简单来说是指两个或多个毫无因果关系的事件同时发生，其间似隐含某种联系的现象。荣格称之为共识性，道家称之为感应，而现代量子物理学称之为量子纠缠。也就是说，当天道要引导你时，它会让你的外在世界与内在觉醒同步共振。数字的重复出现：11.11、333、555、777，这些数字不是偶然，而是宇宙的标记。它们像路标，提醒你正走在正确的频率上。巧合到不像巧合的相遇，你心里正想着某个人，他就突然发来消息，你刚决定辞职，就有人向你推荐理想的工作。这不是运气，而是天道在调整你的人际能量矩阵。书本、音乐、自然中的神谕，某句话反复出现在你眼前，某首歌的歌词直击心灵，一片落叶飘到你掌心，某段影视台词豁然打开你的心结。这些都是宇宙在说，你听到了吗？天道视角，同步性是宇宙的导航系统，它不操控你的命运，而是通过微妙的能量共振，让你自己找到该走的路。三、智慧的涌现。从知道到悟道，真正的智慧不是学来的，
而是内在能量提升后的自然流露。突然的顿悟，某个困扰你多年的问题，在某天清晨豁然开朗。这不是所谓逻辑推演的结果，而是你的意识终于接通了更高维度的智慧库，对万物的慈悲。你开始理解每个人的行为背后都有其能量层面的因果，恨意消散，包容自然升起。请记住，这不是因为什么道德良知的约束，而是你的心量在展开并逐步扩大，直觉变得极其敏锐，你越来越相信感觉而非分析。某些决定你无法用逻辑解释，但就是知道它是对的。这是天道通过你的直觉在指引。天道视角，智慧不是积累，而是过滤。当你能量提升，杂念减少，天道的声音自然会变得透彻清晰。4. 贵人的出现，灵魂契约的显化。天道不会直接改变你的命运，但它会安排合适的人来到你身边。3类贵人，点醒你的人一句话让你茅塞顿开，考验你的人用困境磨砺你的心性，成就你的人在关键节点推你一把。缘分的精密计算，没有偶然的相遇，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你自己能量匹配的结果。当你提升自己的频率，低振动的旧关系会自然脱落，而更高维度的灵魂伴侣会陆续登场。天道视角，贵人是天道派来的能量调节器，他们的任务是帮你完成这一阶段的灵魂课题。5. 能量的流动，从索取到给予最高级的灵性状态，不是获得，而是成为管道。无私的给予，创造力爆发，灵感如泉水涌出，作品似乎自动完成。这不是你的能力，而是宇宙能量流经你，财富与机会的轻松到来。你不再拼命追逐，但所需资源总在最合适的时机出现。这是天道在告诉你，相信比努力更重要。无条件的喜悦与奉献，你的快乐不再依赖外在条件，而是从内在自然流淌。你开始无意识地愿意帮助他人，并无私奉献。这是你与宇宙能量同频后的自然状态。天道视角，天道不奖励努力，只奖励契合。当你与宇宙能量对齐，资源会像百川归海般流向你。6. 天道的终极考验，臣服与信任。觉醒的最后一步是放下控制，让宇宙接管。最大的征兆，你开始对高维、对未知保持好奇而非恐惧。你开始真正相信，无论发生什么，都是最好的安排。天道的回应，每当你真正放手，宇宙总会用超出预期的方式支持你。天道视角，臣服不是放弃，而是进入更大的智慧。向河流信任大海的方向，你终将回归宇宙本源的怀抱。你就是天道的一部分。这些征兆的出现不是偶然，
而是你灵魂蓝图迸发出的光芒。天道不需要你成为圣人，他只希望你醒来，发现自己本就是圣人。当你开始觉察这些迹象，你已站在新世界的门口。下一步不是寻找，而是允许宇宙通过你活出真正的自己。然而，觉醒并不是终点，而是通往更深层灵魂功课的起点。当你与天道开始共振之后，宇宙会带你进入另一场更微妙的修炼，那就是接受无常。所有的转运与吉兆，最终都会引导你走向这个简单却深刻的真理。真正的平静，不是外境安稳，而是内心不惧一物。人生如同一场无法预演的戏剧，充满了突如其来的转折与不可预测的变化。我们常常在生活的洪流中挣扎，试图控制那些本质上无法控制的事物，却忽略了最深刻的智慧往往隐藏在接受二字之中。接受一切发生不仅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一种面对世界的哲学。它教诲我们在无常中寻找恒常，在变化中发现不变的本质。本片将从多个维度探讨接受一切发生的深刻内涵，揭示它如何成为我们面对生活挑战时的内在力量源泉。一、接受一切发生的哲学基础。接受一切发生的理念根植于东西方多种哲学传统之中，是人类智慧对生命无常本质的共同回应。在东方，道家的无为思想提倡顺应自然规律，不强求，不抗拒，如庄子所言，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道出了接受的至高境界。佛教则教导人们放下执着，接纳生命的本然状态，认为痛苦源于对无常的抗拒，而非无常本身。禅宗更是将平常心是道作为核心理念，强调对当下一切体验的全然接纳。西方哲学同样不乏对接受的深刻思考。斯多葛学派主张区分可控与不可控之事，将注意力集中于前者，而对后者保持平静接受的态度。艾比克泰德的名言，困扰人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人对事物的看法，揭示了接受的心理机制。现代存在主义哲学则直面生命的荒谬与不确定性，主张在承认这一现实的基础上创造意义，如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在接受荒诞命运的同时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这些跨越时空的智慧传统不约而同地指向同一个真理：抗拒无法改变的现实只会徒增痛苦，而接受则是通向内心自由的钥匙。当我们深入探究这些哲学思想，会发现接受一切发生并非消极认命，而是对生命本质最深刻的尊重与理解，是一种需要巨大勇气与智慧的主动选择。而心理学视角下的接受机制，现代心理学研究为接受一切发生的理念提供了科学依据与实用框架。认知行为疗法 CBT 指出，我们的情绪困扰
往往源于对现实的非理性评价，而非事件本身。学习接受不可改变的事实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而更近期的接纳与承诺的疗法 ACT 则将接纳作为核心治疗过程之一，认为心理灵活性即能够接纳当下体验，同时朝向价值方向行动的能力是心理健康的基石。心理学研究发现，人类大脑具有一种称为经验回避的自然倾向，即本能地试图逃避或控制不愉快的想法、感受和体验。然而，这种回避策略常常适得其反，导致问题持续或加剧。相反，有意识地培养接受态度，能够打破这一恶性循环。当我们允许不愉快的体验存在而不与之对抗时，它们反而失去了支配我们行为的力量。接受在心理层面的运作机制可以从几个方面理解。它降低了刺激焦虑，即对焦虑本身的焦虑，减少了内心冲突的能量消耗，它打破了思维反刍的循环，让我们从为什么是我的无效问题转向现在怎么办的建设性思考。它创造了观察性自我与体验性自我之间的健康距离，使我们能够以更广阔的视角看待当前的困境。正如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所言，奇怪的是，当我接受自己原本的样子时，我就能改变了。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正是接受的转化力量所在。3. 接受与改变的辩证关系。表面看来，接受与改变似乎是相互矛盾的概念。如果一切都接受，还需要改变什么？然而，真正的智慧在于理解这两者之间深刻的辩证关系。接受不是消极的认命，而是清晰地分辨哪些可以改变，哪些必须接受的智慧。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在纳粹集中营的极端环境中观察到，当我们无法改变处境时，我们就被挑战去改变自己。这种基于接受的改变才是深刻而持久的。接受为有效改变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就像医生必须先准确诊断病情才能开出有效处方一样，我们必须首先如实接受现状，才能针对性地采取改变措施。否认或抗拒现实只会浪费宝贵能量在虚假的战场上。许多个人成长的努力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他们建立在对现状的不接受之上。这种内在分裂注定难以持久。东西方智慧传统都强调这种通过接受而超越的悖论。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家思想指出，真正的作为源于对自然规律的深刻尊重与顺应。现代管理学中的敏捷理念同样强调，对变化的接纳是快速适应的前提。在个人生活中，接受失业的事实，才能开始有效寻找新工作；接受关系破裂的现实，才能开始真正的疗愈；接受自身局限的认识，才能开始有意义的成长。这种接受与改变的辩证法是接受一切发生理念中最富实践智慧的部分。4. 接受一切发生的实践路径。将接受一切发生的理念转化为日常生活实践，
需要具体的方法与持续的练习。正念冥想是一种被广泛研究的有效途径，它通过非评判的观察当下体验来培养接受能力。每天花1015分钟，安静地觉察呼吸和身体感受。当注意力游离时，温和地带回当下。这种简单练习能逐渐重塑我们与经验的关系。研究表明，规律的正念练习能显著增强前额叶皮层对情绪反应的调节能力，为接受提供神经生物学基础。认知重构是另一项关键技术，它涉及识别和调整那些导致抗拒的自动化思维。当面对困境时，可以问自己，这个情境中有哪些方面是我确实无法改变的？对这些部分，我能否练习接纳？同时，将语言从为什么转向如何，从为什么这事发生在我身上转为我现在该如何应对这一情况，能够促进从抗拒到接受的转变。建立日常的接受仪式也有助于巩固这一心态。可以每天早晨设定意图，今天我愿意接纳一切发生的事物，晚上则回顾当天经历，注意到自己何时接受了，何时抗拒了，不带评判地观察这些模式。写作也是有力的接受工具，将难以接受的经历和感受如实记录下来，这一过程本身往往带来释放与洞察。当面对重大生活挑战时，分阶段的接受策略尤为有用。首先允许自己体验初始的情绪反应，然后逐步扩大接受的范围，从接受事实本身到接受相关感受，再到接受长期影响。这一过程不是线性的，可能需要反复循环，但每一次有意识的接受练习都会增强心理韧性。记住，接受是一种像肌肉一样可以通过训练强化的能力，而非全有或全无的状态。5. 接受一切发生的边界与误区。虽然接受一切发生是一种强大的生活哲学，但明智地理解其适用边界同样重要。接受不意味着容忍不公正或放弃道德立场，不意味着被动承受虐待或暴力，也不意味着忽视可预防的问题。健康的接受始终与明智的行动相伴，接受那些确实无法改变的事实，同时勇敢改变可以改变的不公。一个常见误区是将接受等同于赞同或喜欢。我们可以完全接受一场疾病的存在而不喜欢它，可以接受某人的行为而不赞同其选择。接受是承认现实的如实存在，而非对其价值评判的让步。另一个误区是认为接受会导致被动或冷漠。事实上，基于清醒接受的行动往往比出于愤怒或恐惧的反应更为有效和持久。文化背景也会影响对接受的理解。在集体主义文化中，接受可能被误解为无条件顺从社会期望。在个人主义文化中，接受可能被误读为放弃个人能动性。真正的接受超越这些二元对立，它既不是盲目服从，也不是任性反抗，
而是从更深的存在层面与生命共舞的智慧。最重要的是，接受自己的不接受。强迫自己接受，反而会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抗拒。当我们注意到内心的抗拒时，可以首先接受这份抗拒的存在。这种原接受自己的不接受，往往能温柔地松动最顽固的心理僵局。正如心理学家丹尼尔·维格纳的白熊实验所示，试图压制某种想法或感受只会使其更加强烈，而接受这种想法或感受的存在则能减少其影响。6. 接受带来的身心灵自由。当接受一切发生从理念转化为存在方式时，它能带来深刻的精神自由。这种自由不在于控制外部环境，那终究是有限的，而在于培养内心与任何环境共处的能力。古希腊哲学家艾比克泰德身为奴隶时体验到的自由，正是这种内在自由的典范。环境可以束缚他的身体，却无法禁锢他选择如何看待环境的心灵。接受一切发生的精神自由表现为几个可识别的标志：对不确定性的舒适感增强，对失控时刻的焦虑减少，从这不应该发生到这已经发生，现在怎么办的思维转变。这种自由不是情绪的麻木，而是能够容纳更广泛的人类体验，既包括愉悦也包括痛苦，既不执着于前者也不逃避后者。历史上那些展现出非凡精神力量的人物，往往体现了这种基于接受的自由。纳尔逊·曼德拉在27年监禁后走出监狱时说道：当我走出牢门迈向自由时，我知道若不把悲伤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这种选择接受的勇气正是最深刻自由的体现。它不是环境赋予的，而是在任何环境下都可培育的内在状态。最终，接受一切发生的精神自由，让我们能够全然参与生活而不被生活所困，体验情绪而不被情绪定义，面对失去而不被失去摧毁。这种自由不是终点，而是一条道路，一条通过放下控制而获得真正自主性的悖论之路。在这条道路上，每一个是的，我接受这一刻如其所是的选择，都是迈向更广阔存在方式的步伐。生活从不会因为我们准备好了才抛出它的挑战。接受一切发生不是对命运的被动屈服，而是面对生活复杂性的最智慧姿态，是穿越生命风暴的内在锚点。当我们练习接受时，我们不是在放弃能动性，而是在培养一种更深刻的参与方式，一种基于现实而非幻想的参与。在不可避免的失去面前，接受是疗愈的起点；在无法控制的变化面前，接受是适应的基础；在难以理解的不公面前，接受是清晰行动的序曲。接受一切发生的心态不会消除生活的困难，但能改变我们与困难的关系，将障碍转化为成长的机会，将痛苦淬炼为智慧的源泉。当我们日复一日地练习接受微小的不便与重大的损失，接受个人的局限与他人的不同，
接受过去的不可变与未来的不确定，我们逐渐体会到一种奇妙的解放。这种解放不是来自世界的改变，而是来自我们与世界关系的变化。我们开始明白，真正的平静不在于生活如我所愿，而在于我能如其所示地面对生活。接受一切发生最终导向的是一种深刻的存在信任，相信生命本身比我们的恐惧更智慧，相信每一个时刻，无论多么艰难，都包含着成长的种子。这种信任不是盲目的乐观，而是经过锤炼的清醒，是在看清生活全部真相后依然选择拥抱它的勇气。在这样的接受中，我们找到了最真实的自由，成为生命之流中有意识、有尊严的参与者，而非无助的受害者或徒劳的控制者。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回复转运2字。真正的强大不是对抗，是允许一切发生。愿你接下来的日子成为更好的自己。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功德无量。